禅宗有一句口头禅，开悟不靠腿，说法不在嘴。可见的开悟不仅仅靠打坐，真正的弘法也不仅用嘴说。印度的各种宗教多半会用打坐作为修行的方法，因为他们认为打坐是修行禅定的最好姿势。中国原来没有用打坐修炼身心的方法，它是随着佛教从印度传来的。打坐三种用途：一是静坐，能使身心安宁；二是修定，能使心念统一；三是禅悟修行的基本坐姿。因此，打坐并非佛教所独有，佛教的修行者则常会采用打坐来修行。禅宗主张初学者应当从练习打坐入手，因为打坐的姿势能够健身，也最容易集中心念而驱除妄想杂念。真正的禅宗修行不在修炼身体，目的是训练自己的心，不要被环境的刺激所困扰及动摇。这种功夫称为心不随境转。虽然修行不一定要打坐，可是打坐能帮助人修行。大家好，修行长生，真灵我身，欢迎来到真灵时间。一、不能压妄念。打坐时不能去压制妄念，而是要转化妄念。说来很有趣，连平时我们想都想不起的一些念头，一打坐就统统地冒出来了，什么妄想都起来了。这时候我们该如何处理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浮想联翩那样的打坐是没有什么用处的。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收回来，安住在内境之上，或者选择一个所缘境。所缘境就是在心里模拟想象一样东西，然后用心盯住这个影像，不让它晃动消失。这个影像就叫做所缘境，如同大圆满理观字一般。或自己选择一个所缘境，选定以后开始修行，摄心守意，心定住在所缘境上，就像将野马拴在木桩上，不让它向外乱跑一样。我们要修止自己的心，修止就是要收摄此外散的心，使心定住到内心所缘境上来，不让它散乱外跑。我必须承认的是，我常常打坐压妄念，或是说用力专注，然后慢慢的学习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，练习到不会作意太多，妄想又不会跑出来的那个力道。当然，我也会用其他的法门去转移。针对这一点问题，我的建议在之前发布过的静心法门中，感兴趣的同修可以翻阅。二、不能求神通。我们打坐不是为了求神通，而是为提高证悟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神通的，只是我们的法能不够，因此神通显现不出来而已。如果你是为了求神通而打坐的话，那就最好不要打坐了，不然的话，你很容易走火入魔。打坐时一点也不能求神通，求神通非但不能有所进步，陷入僵直倒可能是有你的份，因为你心里有所求，那就是执着，而执着恰恰正是陷入僵直的因素。打坐就是静坐，静坐就是要把心安静下来。反之，如果你一心想求神通的话，打坐的心能够安静下来吗？打坐本身就是为了净化心中的妄念，把我们心中的杂念洗涤空净，一点也不执着，一点也不妄想，一点也不贪求，这样才能真正的成佛。佛经云，自心清净是佛。有所进步的唯独条件就是自心空与净，若是自心不空不净，则永不能有所进步。我们学佛打坐的最终目的不是神通，而是觉悟。因此，
打坐千万不要执着追求神通。3. 不能有淫念。这里针对的不是出家人，而是在家人，因为出家人本身就是戒淫的。在家的弟子，打坐前后4个小时之间，夫妻不能同房，因为在打坐前4个小时之内同房或邪淫的话，很容易伤害肾脏。打坐后4个小时之内，夫妻同房的话，也容易伤害身体。所以打坐之后不能马上同房，最少要隔开4个小时。同样的，同房之后也不能马上打坐，必须经过4个小时休息之后再打坐。如果立刻打坐，就很容易生病。我的想法分几个层次。1. 打坐的时候，淫念来了，是继续还是赶快下坐？我建议不必把淫念想象太严重，因为我们是普通人，就像坐上肚子饿了、困了，但是要正念，在坐上练习知止而后有定。知觉了，要能够止，练习再练习，没有必要像躲洪水猛兽般连忙逃走。2. 平常淫念重的，可不可以打坐？这个问题是把内常常争吵的议题。我的想法是，打坐是一个工具，可以练习定力的好工具。打坐后，慢慢自己的念头可以学会控制。如果要等到完全没有淫念的阶段，估计已经不是普通人了。如果条件这么严苛，大家都没有资格修行了。4. 不能吃饭前后。饭前饥饿与口干的时候不能打坐，否则对心脏不利。吃饱了饭也不能马上打坐，这样对胃不好。饭后1个小时才能打坐。我的想法是，初学者必须小心胃，不要让打坐造成胃的伤害。如果不是初学者，另当别论。初学者饭后是不能马上打坐的，最好等食物消化完毕再上座。道理跟饭后不可以马上洗澡、马上运动是一样的。至于经脉通了的老作友，身体随时随地都在气血活络下，根本没有胃部会缺血、无法运作消化的问题，也不需要调度其他器官的血液来运作消化功能，所以哪时候上座都是可以的。5. 不能有烦恼。心情不愉快、不舒服，心里有烦恼时不要打坐，因这样压制了肝气不通，会生病。特别是生气与发脾气、感情挫折、失恋等情绪大波动时，千万不要打坐，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很容易精神出问题。所以心情不愉快时，可以出外散散心，或者看看书，把不愉快的情绪消化掉，待心情好的时候再来打坐。对于这一条，我的做法是完全相反，因为初学打坐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，烦恼、心情不好不是家常便饭的程度，而是时时刻刻的。哪时候才能够心情好？下辈子都不可能。我最喜欢的就是知道心情不好了、烦恼了，便上座，慢慢的把自己内心翻出来，好好看清楚，然后静心法门拿出来，止念头，截断烦恼。6. 不能生病。一般有头痛、头晕、感冒等小病时，还可以继续打坐。但是如果五脏六腑有大病，或者精神有病，腰椎和颈椎等不好受的时候，就必须要停止下来，该看病的看病，该吃药的吃药，该休息就休息，出去散散心，多锻炼，多运动，等病好了之后再继续打坐。对我而言，我当初打坐的时候是有很多慢性病在身的，如果要等都好了才能够上座，
也是下辈子的事情了。打坐是我的药，慢慢的把我的病根去了。当然，也有很多师兄问我什么病可以打坐吗？一方面是指可以上座吗？另一方面也是指打坐能否把病治好。对于这一点，打坐对我有效，但不代表对于所有人、所有病都有效。唯一能确认的是，打坐静心后，气机可以启动，可以打通经脉。这样的过程是否能够治疗某些疾病，我是支持的。时间需要多久，看静心功力了。7. 不能坚持强忍。刚开始禅定与打坐时，坐一会就腿痛、腰痛，在这样情况下坚持打坐，心也不会静。腿痛了就将腿伸开，摇晃摇晃，把脚和腰摩擦一下就好了。只要能不怕吃苦，坚持修行，慢慢就好了。有时可能还会出现身体发热，有时发冷，有时发抖，有时恶心，有时想吐，这些都是正常现象，也不必恐惧，但也不能执着，自然的放下，把心慢慢放松。如果腰酸、腿痛、膝盖痛等严重的话，就不要坚持强忍下去。你忍下去，心也不静，而且对肾不好，还是要好好休息，锻炼好身体再来打坐。我再强调一下，腰疼是可以用坐垫解决的，平常当然循序渐进最好。除了通关的关键时刻，像烧开水一样，每次在快开的最后一刻下坐，转色身，会是漫长的一条路。8. 不能身不静。这只是针对女人而言的。女人月经来的时候身体不静，虽可以打坐，但是不能双盘，双盘很容易造成血崩的危险，所以月经期最好不要打坐。若一定要坚持的话，也只能打单盘，不能双盘，而且时间也不能长。怀孕期间让身体不静，那时候还可以继续打坐，但是不能盘坐，可以躺着修。到8个月之后就不要再修了，只念念心咒就可以了。孩子生完之后半个月不能打坐，之后可以单盘，再过1个月之后可以双盘。9. 不能三不静。在打坐修行时，3门要静坐。身静坐就是5支坐法，1个小时之内手印不能散放。语静坐就是要禁止口语，说话要停下来，不可说话，不能出声，唇最好也不要动，需要时稍微动一点也可以。静坐期间绝不能说世间的是非话，或者唱歌，或者自言自语等。心静坐就是心不要散乱往外跑，如果感觉到妄念起来了，不要立刻去理会，不可压制妄念，也不可随之去流浪，否则就是妄上加妄了。贪嗔痴的妄念来的时候，不睬不理；喜意善念出来的时候，淡然视之，不过如此而已。只要我们的心不跟随念头乱跑，那就是做得好。做得好不好，就在于你的心能否安静下来。心静下来了，就说明你打坐打得好。若是心静不下来，说明你的打坐还是有问题的。10. 不能过度打坐。一般打坐没有具体规定的时间，各宗派都有不同的说法。有些宗派每次打坐1个小时、2小时、3个小时，甚至一天8个小时等等，都有不同的做法。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，刚开始可以半个小时，过了1个月之后再增加5分钟，这样半年之后打坐的时间每次就可以是1个小时。第2年
每天早上1个小时，晚上1个小时，待禅定达到如如不动的境界时，打坐时间再长也没有错误。可是从初步到1个小时之间的打坐时间不能太过度苛求时间，每次做到身心舒服就好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